我们没有办法拒绝老化，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说，我们的老年是卧病在床，是虚弱的，还是说我们可以健康优雅的老化？而且现在有一个指标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非常好的注重你的身体，你是可以在80岁、85岁，你还可以自由的行动，甚至你在85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爬山，你可以健康的生活到你人生的最后一刻，就像英女皇伊丽莎白2世一样，她工作，她生活到了最后一刻，她只卧病了1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你怎么决定你的未来？你怎么决定你的老化的过程？你现在所有的行动，你所有的决定都关乎未来。在今天，我非常高兴，我们邀请了1分钟健身教室的这个负责人，也是斯考特医师。我观察他挺久了，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就是他不只是说我治疗而已，他用自己经验里面，我也健身，我也重训，我也跑步，我去尝试各种的方式来巩固我的身体，健康我的身体，然后把它化约成我的一个概念，来告诉、分享我的病患，分享我的这个所谓的观众。那个史考特，这个我应该叫王医师，你好。宝杰哥好，大家好。好，那王医师，我们刚才讲，我刚才讲，我已经追踪你很久了，谢谢。而且我觉得你很厉害，就是我一开始看到你在做深蹲，在做硬举，我那时候看到你硬举可以做到170公斤，你说没有，你的最高纪录可以做到200多。好，那我觉得你自己在以身作则，你自己去做事业。可是好，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人讲，老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当然，现在人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可是问题是，我不但要活得老，我要活得健康，我要活得强壮。我希望到说我的离开人生的那个最后的一刻，我都还是健康的，我还是强壮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做了这张图，就是其实你从50岁、60岁以后开始做了分界点了，做了分界点了以后，你有训练、饮食，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身体，对你50、60、70甚至到80以后的人生，真的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吗？非常大的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在整间我观察到的现象非常让人忧心。举例来说，50间好了，复健科看的一个大族群就肩膀痛，对，50间理论上应该50岁哦，顶多45岁发生。我上个礼拜就看了2位40岁以下的50间患者，非常特别。50间哦，它是肩膀的自发性的发炎嘛，那它其实跟老化有关，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血糖代谢的问题的话，这个也更容易发生。那几乎千篇一律的哈，就是很年轻就发生这个问题的人，基本上都是糖尿病患，或者是血糖已经很不好。对，那血糖的问题不只会造成像50间啊关节痛，它未来会带来非常多失能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害怕的中风、心脏病的问题。那糖尿病本身也会造成我们肾脏不好啊，伤口不容易愈合啊，甚至我们血糖啊、代谢的问题都跟癌症有关系。所以说我其实目前看到的情况真的是不太理想，就是我觉得台湾一般人这个健康真的是慢慢走下坡，而且这些健康的问题越来越早发生，原本是50、60岁发生的问题，现在提前到30、40岁就发生了。所以我们本来以为说台湾现在开始重视运动了，开始长跑了，在这刚刚讲的，现在包括了 HYROX 在台湾也非常的盛行。可是你碰到的是，反而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应该讲很多老年的疾病，反而在年轻人身上发生了。我觉得有点两极化。像我的诊所啊，因为我本身运动嘛，也吸引到非常多运动的族群。我也有看过非常极端的案例，比如说70岁的一个阿姨，她来看诊，她是因为她做引体向上拉伤了她的肩膀。你想想看，70岁的做引体向上，女生做引体向上，而且不是做1下2下，她是做好多下。然后说我肩膀很痛，而且她非常的急，她说你可不可以赶快把我弄好，因为我要回去要再练，我要重新练一些。那他那个来的时候他就是穿那种不是穿一般那种宽松的衣服，他是穿那种像瑜伽衣一样，是显身型的，然后那个二头肌超级大块。有70岁的，所以我觉得两极化。说真的，重视健康运动的人，运动的量好大，好惊人哦！一个月跑个200公里、300公里都有遇到。可是相对的，每天走路走不到2、3千步的也是大有人在。所以两种情况都有。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台湾出现2种不同的人生。一种人生就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你的身体，然后你可能你的这个三高，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其实都很高，然后让你的身体变得很不好。但另外一种是，其实我非常的强壮，所以有人讲说，其实我去照顾我的身体，让我的肌肉、骨骼、神经系统强化，不是说我要延年益寿，我的生命可能都到差不多都是到80几岁、90几岁。
可是它可以决定到你的卧病的时间。没错。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是你刚刚讲的，我如果40几岁我就50天，我可能50几岁我的这个行动能力就开始减缓了，我可能要卧病非常长的时间。可是有的，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阿姨，她非常的强壮，非常强壮里面，他们讲说，我看到一个资料是说，你可能可以健康活到85岁。你可能85岁的时候，你都还可以爬山，你可以做很多的运动。可是你可能到了90岁前后，你一场病把你带走。重点在哪里？你感受痛苦，你卧病的时间会短很多。这个医学上我们叫疾病压缩。现在卫福部统计的话，我们台湾人啊，一个人生活的就是一辈子的不健康余命，其实超过10年。我记得10几年，10年到15年之间，意思是我们生命最后的10年以上的时间，其实都是在罹患病的。你可能必须要吃药，可能必须要做一些治疗，比如常跑医院。甚至你的疾病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比如说像我们诊所就很多人走路有困难，尤其是像公寓没有电梯的公寓，要爬楼梯就非常的辛苦，最后变足不出户变得生活品质变得很差。那我们运动啊，当然其实运动还是有延年益寿的效果，比如说最近刚出来一篇研究，它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有运动，吃得好，睡得好，我们可以平均把寿命拉长10年，多10年，10年不少。而且他讲的不是很夸张的运动量，就是每天运动个10几分钟，然后你体重降低了5公斤，不是很夸张的数字。10年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如果我今天讲的是增加10年健康的寿命呢？这就很有什么哦。其实我发现到很多人讲到寿命这件事情，都会说，我其实不想活太久，我就够就好了。他没有想活到100岁。可是如果你再细问啊，大家对于这个寿命的害怕，其实在于说老年、失能，大家怕变不好看，怕不能走，怕得不到尊重，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一个人有运动的话，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被解决的。你可以在生命的最后1个月还是上班，像女王那个英国女王嘛。还有巴菲特，巴菲特不是很好的例子，因为巴菲特说他不运动，但是就是你可以在很老的时候还保有你的神志清楚，手脚灵便，可以去到处做你想做的事情，不管你是想要工作也好，你想要去旅游也好，或者你想要跟你的孙子在地上玩，其实很多老年人蹲不下去，他如果孙子需要他帮忙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蹲下去帮他的。如果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的话，我相信这个最后的10年其实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这10年，对。所以就像我一样，你说我要活非常长吗？我也不期待，因为我觉得你活到长，你可能会变得你非常寂寞，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无助。可是我很害怕说，我最后那几年，我如果卧病在床，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亲友，你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故事。如果你最后的几年你完全卧病在床，你刚刚讲到行动缓慢还算好，有些根本就是没有行动能力，有一些只能卧病在床。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我非常害怕的事情。好，那我如果要拒绝失能，我要拒绝老化，那我要去开始，我要有一些指标。那我就看到你的这个脸书里面特别提到是，过去我们对于失能老化的指标是，有人讲是握力，有人讲说是行走的速度，那有人讲说是你的平衡感。可以说现在英国做的一个最新的资料，他说不是，是腰围。也就是说，当你的腰围越大，它更明显的，它是一个明显的失能的指标。过去5年呢，我觉得在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气，就是大家开始重视失能衰弱的问题，所以突然之间好多人在提倡说要给银发族做重训、做肌力训练，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哦。做肌力训练可以避免我们产生肌少症。可大家其实知道我们在台湾失能的第1名原因其实不是直接是肌少症，而反而是像中风、糖尿病、癌症这些疾病导致的失能。所以纯粹说都没有生病，我就是肌肉变很少，走不动的比例上其实很少。那为什么腰围这件事情可以预测我们一个人会不会失能的原因？这个是英国做的研究他是去做一个他们的公务人员有一个健康的调查，那他们就追踪这些公务人员退休之后10年、20年他们的健康状态，结果发现说腰围是预测这个人他未来会不会需要人照顾，会不会产生失能的最佳的预测因子，甚至比握力、比走路还要更强。这个是为什么？因为腰围广的人代表我们的内脏周围很多的脂肪。内脏脂肪是一个非常毒的东西。我做一个比喻，我们今天身体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买食物回来家里吃，那如果你放在冰箱里储存是没有问题的，保存是不会问题，不会臭。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带了太多的食物回来，吃不完冰箱塞得满满的，没地方放了，那我们必须可能要放在餐桌上，你没有正确的地方放，会怎么样？会腐败，会臭，
家里会长苍蝇、蟑螂、老鼠，那你就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一样。这个其实跟我们内脏脂肪是一模一样的意思。我们正常来讲啊，脂肪应该堆积在皮下，就是我们的手臂、大腿，像女生的臀部也是一个会储藏脂肪的地方。这些地方就像冰箱一样，你食物放进去不会出问题，不会立刻腐败啦。可是如果你今天把食物堆到不对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内脏周围的时候，这个东西会腐败，在体内它会产生一种慢性发炎。我们内脏周围的脂肪会像工厂一样，不断的输出这些发炎的因子，它会跑到你的全身去腐坏你的器官。所以内脏脂肪多的人，他的血管会不好，他的血糖会不好，他得到癌症的机会比较大，甚至他全身的关节会比较容易早坏掉。所以内脏脂肪其实就是反映在我们的腰围上，所以我们才说腰围大的人容易中风、容易糖尿病、容易癌症。所以你今天就给我们带来这张图，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它不是肚子大，它根本就是一个脂肪的一个仓库。而且我们之前也谈过，就是说，我问了很多的医生，他就说，其实现在包括你的失智，包括刚刚讲你的癌症，你其实都跟你的身体的慢性发炎是有关系的。是啊，是。那所以，如果我的肚子积满了这些脂肪，那会就造成我的慢性发炎，造成慢性发炎，我的中风、糖尿病、我现在的失能，它的几率就会高很多。没错，没错。所以说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其实也让我觉得有点挫折。比如说每一次有膝盖不好的患者来啊，我就会跟他讲说，你的体重可能减个几公斤，就会好一些。可是我发现大家对于减重这件事情，好像听不见的感觉。不好意思，我常常会这样讲说，这位太太，你的体重可能真的超标了10几公斤，你必须要至少减个5公斤。但是她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就是没有任何的回应。那我再进一步追问下去，说，这是不是减重上遇到了什么困难？他说，没有啦，我可能自己想办法，我控制一下。或者是有些人会说，就是减重很难啊，我已经吃很少，没有什么办法。其实我真的最近写很多文章，我就是因为深深的感受到大家对于内脏脂肪、对于腰围这件事情的警觉性不足。我觉得因为有点见怪不怪了。说真的，大家如果看一些老照片，像我看我爸妈年轻时的那个照片，那个时代大家路上走的人都好瘦那个时候大家都穿的会比较合身，有没有？然后看起来就不会说很多男生不会很多啤酒肚但是现在就差很多了。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真的是很明显，在过去30年、40年真的是变得胖很多。你说啤酒肚、围肚是一个很大的，可能会造成你身体伤害的一个原因。但是因为大家已经变得太习惯这件事情了，见怪不怪，所以对于它的警觉性就下滑。所以我一直在写文章，其实想要提醒大家说，其实腰围这件事情是很要紧的。这也符合我们现在官方卫福部 WHO 的建议，就是男生的腰围不能超过90公分，女生的腰围不能超过80公分。一旦超过了，未来就是很多疾病会找上门。那你刚刚提到，我很多朋友也提到，他不是不减重啊。我就是减不下去，真的很难，真的很难。那真的很难呐。那你有去帮你好？你比如说你自己在实际上去看到这些病人，他们是真的，真的是身体本身的代谢的问题不能减重，还是说他们减重不得法，或者没有办法减重？其实说真的，千篇一律目前的研究非常100%的指出来，就是跟吃的东西有关。你觉得还是跟吃下太多热量？我们大家会想，可是有人讲说，我都已经没有吃东西了，我几乎都只吃一点的，我喝水都会胖啊。那个也千篇一律，是因为低估了自己的进食量。其实我们人是一个就是蛮主观的生物。那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评估都会有一点失准。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很好玩，这个是70年代的研究，在北欧，他去访问路上的驾驶人，他去访问说，你觉得你今天的驾驶技术啊，跟一般的人比是好是坏？结果呢？有90%的人觉得说，还是70%的人觉得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平均。那怎么可能大家都高于平均？一定有人要低于平均啊！一说我们人啊，在判断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像自己进食量的时候，很明显会有个误差，而且这件事情在研究上非常的明确，甚至会偏差到50%这么多。意思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吃了这个东西，我忘记它有吃过，或者是比如说一块面包看起来很无害，但大家知道其实很多面包的含脂肪量非常的惊人。有时候一块面包，它里面30%、40% 的重量是来自于脂肪，这种东西都非常容易被轻忽的。所以真的千篇一律，只要瘦不下来，几乎都是饮食出问题。所以你就觉得这是 input output 的问题。没错，就是我到底吃进多少的热量，我会产生多少的脂肪，会产生多少东西。好，那现在有人讲说，那我就打瘦瘦针嘛，那可能都会打瘦瘦针。
我打瘦瘦针问题就解决了吗？因为你在文章里面也提到了，他说我如果只打瘦瘦针，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去做阻力训练，所以我虽然我的这个所谓的脂肪减少，可是我肌肉可能也减少。那如果我脂肪肌肉减少了，那对我的身体也不见得是一个正向的发展。瘦瘦针这件事情啊，我有几个看法。第一件事情，大家强调说打瘦瘦针不运动会减掉肌肉，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研究发现说，如果我们每减3公斤，打瘦瘦针的人减了3公斤，大概里面会有1公斤是来自于肌肉。肌肉非常宝贵，大家知道1公斤肌肉流失之后要练回来是多么辛苦的事情啊，所以确实是这样。可是啊，我为瘦瘦针说句话，如果我们今天是采取一个饮食的策略，比如说我就吃多一点蔬菜水果，我吃少一点油的东西那我不运动，照样3公斤的体重里面有1公斤会来自肌肉，所以不是今天瘦瘦针特别让人流失肌肉，不管我们用哪一种减重法，不管是吃药、打针、开刀或者是用运动，运动不会啦，对不起。都会减掉肌肉，除非你去做运动。对，所以不管用哪一种减重法，其实都会流失肌肉，所以都应该要做运动。所以不是瘦针的错啦。好，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有做运动，尤其有做重量训练，同时在接受瘦瘦针的减重疗法的人，我们不但不会减掉肌肉，甚至有些人还可以同时增加肌肉。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有在接受瘦瘦针治疗的患者，我都一律建议说，一定要去运动。如果可以去做重训是最好啊。如果你对健身房实在是有点恐惧，或者是没办法，那你至少要在家里做一些深蹲啊，做一些伏地挺身啊，或至少去走走路不可以完全没有身体活动。好，那我们评估说我们是不是过重？当然有一个值叫 BMI 值，然后 BMI 值有时候我没有很重啊，我 BMI 值24、25也好，只多一点点啊。可以说 BMI 值不能这样子看，因为你在这个所谓的诊所这个看诊的过程里面发现 BMI 值没什么问题，正常。可是你刚刚讲的，我的 BMI 是正常，可是我里面的体脂还是过高了，是有这样的吗？很多，而且这个状况啊，在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 TOFI， 偷肥，刚好中文翻过来叫偷肥族。偷肥族，它叫做 thin on the outside, fat on the inside， 就是说里面很多油，可是外面看起来瘦瘦的。其实中文有个说法就叫泡芙人。泡芙人，对对对。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他看起来其实是瘦子，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去海边跟他玩，他如果把衣服脱下，你会发现，怎么有个肚子？没有想到竟然有点肉这样子。其实蛮多台湾的朋友是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其实对于健康很不好。也就是说，我们去量他的 BMI 值，去用他的体重除以身高平方，我们会发现，数字是正常的。台湾的标准是 BMI 要在18.5到24之间，所以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女性中年的女性40、50岁，她的 BMI 算出来可能是22。她说我没有过重啊，可是我请她量腰围，腰围就可能85、90，女生标准是80嘛，她就超过了。然后再继续追问下去，健检有没有红字？有，血压有点高，血脂肪有点高。膝盖，他们可能是因为膝盖，可能是因为足底筋膜炎的问题来看诊的。很明显跟体重有关，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人在照顾自己健康上很容易有这个盲点，就是看到自己的体重，输入 BMI 数字那个计算机之后好像是正常的，就以为没事。其实不要太相信 BMI， 我们看腰围其实才是最准、最跑不掉的一个方法。所以你就提到说，皮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皮尺非常简单、非常方便，不花钱，在家里就可以做。所以量腰围好，那你还特别提到说。减重还有一个关键，我们刚刚讲你的这个所谓的腹部脂肪太多了，你就会等于说就造成你的身体慢性发炎，所以我只要降个3-5公斤，我的身体的发炎指数就可以下降非常多。其实大家可以想就是如果我们身体一直在发炎的话，真的很像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你就是乱飙车啊、刹车重踩啊，其实它就是一直在磨损你全身的这种器官。血管啊，还有神经细胞，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其实这种肥胖造成的慢性发炎，它真的是一个很隐性的对身体一个伤害。你没有任何感觉，偶尔看到健检有个红字不以为意，可是当疾病真的找上门中风了，或者是被诊断癌症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已经太迟了。我们刚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偷肥族还有一个情况，说为什么一个人会体脂肪过多？可是他的这个体重没有超标，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肌肉太少，就他四肢都细细的，所以看起来很瘦，可是肚子又大大的。
那我们讲到说减重可以如何帮助这个慢性发炎的问题啊，有个研究很好玩，他在讲说我们如果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常吃一种叫做降血脂药，史达丁statin， 这个降血脂药它蛮神奇的，它不但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它也可以让体内的发炎反应降低，所以心脏科医师非常爱这颗药，因为它真的是能够保命。那如果我们今天一个人呢，我们就是体重减轻了5%，假设一个70公斤的男生，他减掉了5公斤好了，他变成多少？减去3.5公斤。研究发现说啊，这样子可以让他的发炎指数啊，相当于服用2/3颗这个药。如果我们再努力一点，降低10% 的体重，从70公斤减掉63的话，它可以就完全等同于这颗药的效果。所以很常见的这些抗发炎药啊、血脂药啊，其实它在做的什么事情？它就是帮你把体内的那个火扑灭掉。可是我们更直接的是，你直接把工厂关掉，把那个输出发炎、输出火焰的那个工厂关掉，那其实你就不需要服用这些药物了。可是重点是减肥太难了，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减肥太难，我所有的朋友，我甚至很多朋友从念书开始，就在为了这个减肥来做这个。那你刚刚特别谈说，这个东西重要在于说，因为你刚刚讲，你可能只看到一个高血压，你可能只看到一个所谓的这个血糖的值，可是可怕在于说，这种失能或者这种慢性病，它就像蚂蚱赶快，一拿下来就是一个重，也就是说它会接连着，它会像这个野火燎原一样，会这样整个的等于说整个慢性病，它会互相牵连起来。对，其实我在看诊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我心里每次看到一个疾病，我都不是在看这个疾病本身，我都在想说背后有什么原因。比如说一个人肩膀痛，可能代表说他可能姿势不良之外，他可能后面有一些代谢的原因，像我们刚才讲的50肩嘛，像中风这件事情很明确就是一个血管疾病，血管破掉或血管塞住，心脏病也是。那我们失智症其实也是一个跟血管相关的疾病，癌症也是一个跟这个代谢相关的疾病，所以我们会发现就跟一串肉粽一样，我们看起来好像不相关的疾病，什么50肩啊、中风啊、癌症啊、失智啊，它其实背后都有同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肥胖。那我去演讲的时候都很喜欢讲肥胖重不重要？超级重要，它不只是影响外观，我们10大死因里面呢，几乎每一项都跟肥胖有关。我们第1名是癌症13，看哪个机构，大概13到14种癌症跟肥胖是直接相关，肥胖造成这种癌症，比如说乳癌、大肠直肠癌是最有力的证据是跟肥胖相关的，心脏病相关，中风相关，然后还有糖尿病相关。然后还有肺炎以前大家觉得不相关，但是后来发现新冠肺炎的时候，如果肥胖的人比较容易重症。那再来最后还有肝脏脂肪肝的问题，肾脏相关，洗肾其实很多都是跟糖尿病相关的。所以其实10大死因这样摊开来看，你会发现每一项几乎都是跟肥胖相关的并发症有关。就跟一串蚂蚱一样，如果我们把这个线剪掉，那你就可以从源头去根除这些造成你失能疾病不舒服的这些疾病后面发生的机会。好，那王医师，虽然你是妇健科医生，可你刚刚讲你在处理很多的病症的时候，都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肥胖。对，那你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好办法吗？你有用哪些办法，或者你去告诉你的病人用哪些的方式，可以让他有效的来减重吗？减重其实我也讲，我觉得以业内人的心情来讲我老实说，在10年前，大家对于减重是蛮绝望的。就是我在讲说，医界啊、研究啊、营养师，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方法，可是真的做到的人不多。说真的不多。那所以后来有这个 GLP-1，就是瘦身针推出来之后，我自己心里是觉得哇，我觉得这个是划时代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把肥胖真的变成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只要你愿意打这个针，只要你可以负担起这个费用，基本上都能瘦因为其实我们诊所有提供这样的治疗那我看到的病患里面每一个都瘦，只是有人瘦很多，有些人瘦一点点。那当然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药物还是有非常多的，就是药嘛，就是药都有一点毒性对，大家都很担心，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药物。我觉得也完全 OK。可是如果不用药物的话，那你在饮食上真的就是要非常的努力，或者是在运动上非常的努力，你付出的那个辛苦就是真的是不简单。比如说办公室大家在订手摇茶的时候，你可能就不能跟，或者是只能点无糖的。早餐你在外面可能就不能选一般的这种台湾的台式面包、奶酥面包，你可能必须要自己准备你的豆浆、你的水果。
你在饮食上会有非常多需要注意的事情。我知道，像我自己还有我很多朋友，真的都成功的做到了，甚至他们觉得做得很开心，觉得这个生活是很轻松的。可是从一般的饮食要跳到这个健康的饮食，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要花努力、非常花心思的。我自己的小经验是，因为我在夜市长大，所以我对于台湾的小吃，不管是蚵仔米线、米粉汤啦、这个肉丸啦、这个炸萝卜糕，我都非常爱。可这几年其实我全部戒掉，哇！我全部戒掉。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喜欢所有爱吃的台湾小吃，包括烧饼、油条，都是非常高热量，是啊，那个都会造成我肥胖。所以以前我的肚子也很大，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把那个部分给戒掉。而今天我开始追踪你或开始熟悉你是其实是鼓吹健身，所以我觉得以前的复健科医师就是你就要做这个所谓的物理治疗，你要做牵引，然后那个，可是你是觉得我要把自己的底子开始打好，我有强壮的肌肉骨骼神经系统，我才有办法去等于说，就像一个最轻症，你很多人下背痛，你下背痛到底要不要开刀？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看到了这个很多的资料，下背痛或许你透过自身的强化，比你开刀来得更有效。这个千真万确，而且这个在官方就是国内外骨科医学会的这个共识都是这样讲。下背痛第一个绝对不是就跑去开刀，第一个绝对是靠运动。运动已经写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台湾所有的这个下背痛的共识指引里面，第一步就是运动。我最近有就是在网络上分享一个概念叫杯水理论，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我们以前在处理这种身体疼痛或失能的问题啊，就好像我们在杯子里加水，这个杯子是我们身体的能力，那水加进去就是我们日常给它的这个负担。比如说我们必须要上市场买菜，我们要抱小孩，我们要提着我们的行李去机场，这个就是我们给它的负担。那因为我们现代人实在都不运动，所以杯子就有点小小的，变成像 shot 杯一样。可是我们倒进去的那个水还是一样多，那这个时候就满出来了，满出来的就是代表说你身体承受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开始酸痛啊，开始不舒服啊。那大家会怎么做？大家会到复健科电疗啊、热疗啊，吃一些消炎药啊，擦一些酸痛贴布啊，或者是去按摩这个是一般人想到的方法，但这些方法都不治本。它都只是把溢出来的水擦掉、擦干净，看起来好像没事，可是下次你再加水的时候又满出来了，下背又痛了，又肩颈酸痛了。最好的方法其实是把杯子做大。我们透过在健身房训练，或者甚至不用在健身房训练，我们一般就是其实在家里也有很多可以运动的方法，深蹲啊、浮力挺身啊，或者是拿一个壶铃啊。其实你把杯子做大之后，你之后上菜市场，你之后爬楼梯，你之后出国推行李，对你来说这个杯子都装得住啊，你就不需要再去擦那个水，你也不容易酸痛。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及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
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